有人说，睡觉是养生的第一大步。睡眠质量的好坏和人体健康呢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此可见睡眠的重要性。那有些人呢，就是因为睡眠质量差，睡不好或是难以入眠，他们又怎么可能以睡觉来养生呢？今年在本地兴起了一项名为森林浴的活动，就是以漫步的方式来体验大自然。据说它能够改善睡眠质量，让人能够一夜好眠。可是这跟我们平常在公园里散步又有什么不同呢？森林浴是从日本发起的一个养生活动，就是让你沉浸还有沐浴在森林的气息。和散步不一样，就是可能散步的时候呢，你会有一个终点站。可是森林浴的目的是要让参与者能够放慢脚步，你可能也会漫无目的的走，然后在我们的引导之下呢，参与者能够体验大自然。那你是怎么样的帮助和引导这些参与者更加的投入沐浴在这大自然中呢？我们会通过不同的邀请，我们说 invitation， 这个邀请呢，就是能够让参与者更能够的去唤醒他们的感官来体验大自然。开始我们漫步走路的时候呢，我就感觉有一点点的不习惯，感觉好像从一个快步伐呢进入到一个慢步伐。因为呢，导师他的步伐放慢了，所以也影响到了我呢，把我自己的脚步呢也放慢下来，就被引领到比较慢的节奏。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第一个邀请，叫做 Pleasures of Presence， 意思就是要让你感受当下的喜悦。所以现在呢，我希望你闭着你的眼睛，调整你的呼吸。我让你慢慢注意你的呼吸，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的嗅觉，闻一闻周遭有什么味道。我就闻到了，因为刚下了雨嘛，所以就闻到了空气中弥漫着的那个土香味。那也通过这样的一个比较集中的去注意自己的呼吸呢，我也发现到自己的心情呢有轻松点。那现在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我们的舌头、我们的嘴巴、我们的味蕾，可能动一动你的舌头。嘴里到底有什么味道呢？现在我要你把注意力转移到我们的触觉，可能你可以握着你的双手，感受一下你的手的触觉是怎么样的。如果可能你觉得现在肩膀有点酸痛，可能也是可以按一下你的肩颈。老师要我去摸肩膀，我才发现到原来我肩膀是如此的酸痛。那按了一下之后呢，就觉得说，哎，好像有点小放松。现在我们听一听周遭有什么声音。那在感受听觉的时候呢，我就真的比较进入状况了哦。那我就听到了一些真的很细微的声音，让我自己也很惊讶。像除了鸟叫声之外呢，我还听到了树叶在微微动的声音。我希望你想象，这是你第一次睁开你的眼睛。那到了最后把我眼睛慢慢的睁开，去观察周围的树木的时候，它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呢，就是它们就好像是我的守护者一样，在为我遮阳，在拥抱着我，给我有一个非常舒服、受保护的感觉。第二个邀请是叫做 What's in Motion， 意思就是要让你放慢你的脚步。如果你觉得你现在走很慢，尝试走更慢。在这个10到15分钟之内呢，注意你的周遭有什么事物在移动，就这样慢慢的去观察。那5个感官呢都已经打开了，所以我才发现到，原来看似非常安静的森林里头呢存在着很多很多的活动像我就看到了这个松鼠，还注意到了原来树叶上有蜗牛，看到了鸡。其实这些发现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嘛，可是呢，奇妙的是它却给我有疗愈，而且有缓解压力的感觉，所以真的是很神奇。Belinda，做了这个森林浴之后我真的感觉到很舒服哎。那么，如果说我们要进行这个森林浴是不是说一定要来到一个公园的地方，还是说任何地方只要有树木就可以了？其实我们今天在新加坡植物园嘛，它也不是一个真正的非常茂密的一个森林，所以你可以把森林浴当作成是一个词，就是让人们能够远离尘嚣，然后轻松自在地沉浸在大自然里。
研究显示说，做了这个森林浴能够让你缓解负面的情绪，然后改善一些负面的思绪啦，然后让你精神更加镇定一下，就能够帮助睡眠了，所以就得到了养生的作用。我晚上一般呢都是11点睡觉，大概到了凌晨4、5点呢就会醒来，不晓得这算睡得够不够哦？睡眠到底有没有所谓的黄金时段？有，目前中间有一些建议，认为最佳睡眠的时间是晚上11点至早晨6点，然后晚上11点至凌晨3点是黄金睡眠的时段。这个时间是肝经代谢最旺盛的时候。中医认为呢，一天是24个小时的，在不同的时间呢，身体的气血运行到身体的不同的经络，我们应该顺着这个时间来休息养生。比如胆经的时间呢是晚上11点至凌晨1点，肝经的时间呢是凌晨1点至3点。胆经的肝经对身体是补气血的、养精血的，这个时间段的睡眠是最好的养生黄金时段的。那么一般上来讲我们一个人呢需要多长的睡眠时间才算足够呢？其实不同年龄层需要的睡眠时长是不同的。成年人18岁到64岁，每天需要7到9个小时睡眠时间。这样推论的话，晚上11点至早晨6点，至少有7个小时的睡眠。这个时间段有足够长的睡眠时间，是可以达到一个养生的一个效果。为什么这个睡眠呢能够帮助养生呢？其实睡眠是养正气，人要睡好了、睡足了，正气足了呢，身体就得到一个修复了，就会健康。有人用现代的科技来测量睡眠，发现我们身体的组织和器官，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和醒着时候状态是不一样的。比如大脑在休息后，它会整理信息，睡不好的情况下会提高患老年痴呆的风险。心脏呢，睡着后呢，它的血压和心率会降低。如果睡眠少过6个小时的情况下，会增加心脏的一个负担的。所以呢，睡觉是生命的一个必须，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养生的一个方法。那杨医师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够介绍的，就让我们更容易入眠提升我们的这个睡眠的质量，好让我们达到更好的养生效果呢？其实你看，现在我们喝的这个茶就挺好的，放点玫瑰花，放点生枣仁，下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冲点茶喝汤，所以你喝了以后心情会比较舒畅，想的东西不是很多，然后晚上就会静下心来，就会睡觉。其实睡觉前2个小时是养生的黄金期，这2个小时呢，养成一个习惯，睡前以温水泡脚15分钟，促进血液循环，加强一个新陈代谢，还可以热敷眼睛。它除了可以消除黑眼圈，还可以减少眼睛的一个压力，还可以写一些日记，帮你把一天开心的事情和未完成的事情，它都给梳理一遍，等于清空你的大脑，让你大脑得到休息，可以帮助入眠。Hello， 早安。现在是凌晨3点10分，我看起来很精神哦。那是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醒来了睡不着了。通常这样的时候呢，我会播点音乐，让自己呢试试看自己能不能再次入眠。那今天呢就选这首歌，祝我好运哦。我通常呢都会听一些轻音乐，放松自己的心情，让自己容易入眠，这就是我入眠的法宝。我认识一位女生，她有另一种法宝，你只要敲一敲她，聆听她所发出的声音，感受她的震动，就能够一夜好眠，是不是很神奇？嗨，凯欣，你好。一菲你好。这些呢就是你告诉我的能够帮助人家入眠的器皿啊。对，没错，这些就是西藏颂钵，我们经常用它来进行声音疗法，它是一种能够帮助冥想和入眠的乐器。那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不同大小的西藏颂钵，它可以发出不同频率的声音和震动波。那凯欣，什么是声音疗法它如何帮助人家更容易的入睡呢？这是一种结合声音和冥想的非侵入性治疗。声音疗法的原理基于共振效应，以声频作为治疗。世间万物都会震动，如果人体的内在震动频率失调，就会造成各种身心问题。
通过敲打不同乐器所发出的声频跟声音，平衡人体的内在的振动频率，缓解各种身心问题和改善睡眠问题。那我们在家里如果说想要自行这个声音疗法，又没有这些西藏颂钵的话，有没有什么好建议呢？你可以自己发出 Om 的声音，感觉到我这个下巴这个地方有震动的感觉。对，躺着也可以做吗？当然可以。所以躺着了，然后就可以去入眠了。可以啊。我们现在开始了。那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西藏颂钵的声音它让我联想起庙宇的钟声，让我整个人感觉很舒服，整个心情很平稳。那我也自己察觉到我的那个呼吸的频率呢放缓了，而且整个脑袋就好像套空了，这什么都不想想，因为很舒服。小的颂钵它发出的声音呢就比较清脆给我的感觉呢就比较愉悦，让我感觉到很开心。那大的颂钵呢就因为声音比较低沉嘛，所以呢就比较祥和。当老师把那个西藏颂钵放在我的腹部的时候，然后在那边敲打，让我感觉到整个人呢就好像被震动到了，然后呢就有点按摩的作用，整个人感觉很舒畅。当中呢有个声音我是最不喜欢的，那就是那个雷声。当我听到那雷声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呢从这个梦幻的一个奇境里面被抽离出来了。之后呢问了老师，老师告诉我说，其实这个声音我不喜欢，可是呢它就却给我带来一个平衡的作用。怎么说呢？因为我得要去接受它，得要去直视我的不喜欢，然后呢它就因为这样子从中呢让我学习怎么接纳，怎么样的去平衡自己。那完成了这个声音疗程之后，我的精神呢不但放松了，而且呢我的肌肉呢也觉得说松懈下来了。我相信待会儿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应该是很容易入眠。我最常遇到的睡眠问题呢，其实来自于我的枕边人，你们听听看。你们说我能够睡得好吗？其实明伦打鼾打成这个样子，应该是意味着他睡得很好才对啊。可是他却告诉我，醒来之后呢，感觉很累，好像一整晚没有睡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也认识另外一位艺人他也面对着同样的睡眠问题哦。李腾我知道呢，你也是被一些睡眠问题困扰对对对，因为我是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如果太累的时候会容易打鼾然后呢，在睡觉的时候呢，会一直做梦，睡醒了之后还是觉得很疲惫。就可怜你的枕边人了，对不对？对对对，因为像我太太她是这样子有些时候我打鼾声太大声她会捏我的鼻子，还捏我的嘴巴，甚至有些时候她是会怎么样，你知道？她会录下来。有些时候我醒来为什么社交媒体会有我的影片？你知道？对，会听到我的打鼾声。对啊。今天呢，我为你找了一个专家看他能不能够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好，来，跟我走吧，走吧。睡觉的时候有打鼾，然后起来的时候好像无精打采，记忆力不好，集中力不好，这种都是睡眠障碍的症状。那造成这个睡眠障碍有哪些原因呢？阻塞的位置有3大部分，第一就是鼻腔，第二口腔，第三喉腔。然后口腔还有喉腔阻塞的因素包括肥胖。鼻腔阻塞的因素包括过敏性鼻炎，在新加坡非常普遍，因为新加坡非常潮湿，所以在新加坡很多人都有过敏性鼻炎。加上亚洲人比较小只，所以鼻腔、口腔都比较狭窄。所以这样加起来，他们的睡眠障碍的机会就比较高。所以还是要做一个鼻腔检查，然后找出那个问题的根源了对。李腾，准备好了吗？紧张吗？好，本来不紧张，看医生手套一戴我就有点紧张了。不怕，这个我给你喷一点麻醉药进鼻子的，好的，轻轻的，会导致一点暂时性的麻痹的感觉。在做鼻腔内窥镜检测呢，其实一开始有点小紧张因为毕竟要拿一根小小的管子放进鼻腔里面不过医生有帮我打麻醉药，一打完之后就发现说，有一点酥麻的感觉，然后呢，鼻腔开始有一点点的通畅了。检查的时候你就放松。如果我想打喷嚏怎么办？没问题。所以我等一下你在做的时候，我还是用鼻子呼吸。对。OK。好，现在我会帮你用一个内窥镜的检查你鼻腔还有口腔的位置。好，你准备好了吗？好，可以。
这样我会帮你用一个内窥镜的检查你鼻腔还有口腔的位置。好，可以。用鼻子呼吸，所以这个是右边，这个是叫做下鼻甲。这块是正常的吗？正常的构造，但是膨胀。大多数过敏性鼻炎的时候，它会变得比较大。看到鼻腔的位置有点狭窄，连那个分泌物都已经卡住了。那当我看到内窥镜啊所显现出的那个画面的时候呢，我第一个感觉呢就是好恶心。所以呢，医生在做检测的时候，发现说，哇，原来我的鼻腔里面呢有一点点的过敏性鼻炎啊，然后有一些的水泡。医生也是建议我说，平时就是要多用一些医疗等级的盐水做清洗的动作。因为目前检查过后，看到你的下鼻甲肿大，睡觉的时候如果下鼻甲肿大，你吸入的氧气有可能会不足。OK， 睡眠的时候氧气不足会导致到浅眠。那医生呢？如果说是有睡眠障碍的话，如何缓解或者是避免呢？睡觉2个小时之前就要放松，最好是不要看手机，不要看电视。医生，那我有听说这个手机的蓝光会影响到睡眠，是真的吗？对，因为手机的蓝光会影响你身体里面的褪黑激素。褪黑激素就是你大脑产生的一种激素，它会帮助你入眠睡得好。褪黑激素足够的话才能睡得好，睡得好才会养生。对。既然褪黑激素对我们的睡眠品质那么重要，不晓得能不能够透过一些食物来促进褪黑激素的分泌，帮助我们睡个好觉。褪黑激素呢，其实就是人体能够分泌的一个激素，然后它是能够帮助我们调节醒睡周期。醒睡周期的意思就是在黑夜的时候呢，我们会想要睡觉，而白天的时候我们就会起床的一个规律。吃一些营养价值高、拥有色氨酸、血清素和褪黑激素含量高的食物，也能够帮助身体分泌比较多的褪黑激素。那你可以不可以教我们呢，如何准备一道又有营养，能够帮助我们入眠的一个健康餐呢 ？OK， 今天我们就会准备一道烟熏三文鱼意式菠菜烘蛋。这一道菜拥有非常高的色氨酸，还有血清素，这些营养成分呢都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放松，提高我们的睡眠品质。玉云，那你帮我切一下这个菠菜吧。好的。我们主要是会把蘑菇和菠菜先煮一遍，因为它们含水量比较高。如果我们直接放在意式烘蛋的话呢，烘出来的效果会没有那么好，因为水分太多。我先爆香这个葱和蒜，我等它开始呈现褐色过后呢，我就把这个蘑菇给加下去。这个蘑菇也是能够帮助到睡眠，是吗？我加在这里的用意是因为提高这份食物的膳食纤维含量，因为这是一份营养比较均衡的一个食疗餐。其实营养均衡的一餐呢，对睡眠非常重要，而拥有良好的睡眠呢，其实是养生的一个重要的环节。然后现在我们把烤箱先预热180度，过后我们就可以先开始打这个蛋液。好，这里我们会用到8个鸡蛋，鸡蛋含有丰富的色氨酸，而色氨酸在我们人体吸收了过后呢，能够形成血清素，而我们的大脑呢会用这个血清素来制造褪黑激素。其实意式烘蛋呢，他们会用奶油 cream 来增添绵密的口感。然后今天呢，我们会选择使用 cottage cheese， 还有这个 parmesan cheese 来取代 cream。其实它就是乳制品嘛，乳制品就含有比较高的血清素和这个色氨酸，所以有助睡眠。对。现在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蛋液打均匀。好。然后最后我们把它铺在上面。好的。然后最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三文鱼撕成一小片铺在上面，因为它含有比较高的血清素和色氨酸。当我们身体摄取过后呢，能够转换成褪黑激素，然后提高我们的睡眠品质。那如果说素食者也要想用这样的一餐的话呢，我们可以用什么东西来取代这个三文鱼？用切薄的豆干来取代因为豆制品含有比高的这个血清素和色氨酸。OK， 那我还记得我们还有这个油脂番茄干，对，还有羊奶酪，把它放在这个蛋液上。好，烤箱也好了，那我们现在这个烤盘放在里面要大概多久时间呢？所以我们180度的温度呢，然后大概20到30分钟。味道很香哎，好吃。其实这道菜我最喜欢它的地方就是它容易准备，
我们睡觉之前哦，最好是几个小时前哦，不要吃东西。我是建议3个小时，因为我们身体需要时间消化。就如果我们睡前吃东西的话呢，可能会增加我们肠胃的负担。那如果说有些人呢，就吃完了之后3个小时开始饿了，然后呢，因为饥饿没有办法入眠，反而影响到他们睡眠了，他们应该怎么做呢？可以喝1小杯的牛奶、豆奶、樱桃汁，或者是1小把的无盐坚果类食物，好像杏仁、核桃都可以，因为是小把分量嘛，所以不会增加肠胃的负担。有些人呢，他们就喜欢用酒来帮忙他们容易入眠嘛。其实这样的习惯好吗？其实酒呢，提高我们的睡意是正确的，不过你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深入睡眠的一个状态，所以当你睡醒过后呢，他会感觉到挺累的。所以这是个误区哦。对，是一个误区。OK， 那待会儿呢，我就打包这个意式烘蛋回去给明伦，希望他能够睡得好一些。OK， 老公，你不要吃这个了，你是这个。昨天我做节目的时候呢，有位食疗师教会我做这个菜肴，你吃了之后呢，就能够一觉到天明，可以睡得很香熟的。睡得很香熟，一觉到天明。好啊，那这样子我就再也不会听到你打呼噜的声音了。对，打呼噜声音是你自己的好不好？你信赖人家。sorry， 忘记了。其实能够一夜好眠，这对我来说呢，胜过吃各种各样的补品。睡得好，让身心更有活力，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养生之道。